如果你的妹妹被人给杀了，还被凶手埋到了她家的院子里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长得像成龙的男人做法就很棒，他直接抢劫了一家珠宝店，然后把钻石分散开，埋在了凶手家的院子。因为他现在没有户主埋尸的证据，靠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挖出妹妹的。但只要把钻石埋进去，就可以让警方把他家地皮彻底翻一遍。这样，哪怕自己犯罪，只要能找出妹妹，那也值了。很快，警方赶到，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，警方表示干得漂亮，直接下令开挖。但突然，柯南发现这户主竟然露出了猥琐的笑，这让柯南有点慌了。警方效率很高，一会儿就给他家院子挖成了个坟地。可奇怪的是，钻石都找出来了，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尸体。户主嘲讽道：“真想要尸体的话，那就把自己埋里边吧。”大鼻子气坏了，直接跳下徒手挖坑。看他疯狂的模样，警方甚至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变态。本来柯南也要怀疑，但这个户主老登一直在笑，那个笑容就是比什么都有力的铁证。说不定他只是有幸刷到了我的视频，一直在回味呢。邻居说这老登是个大笨蛋，从小考驾照70了还没考出来，所以他做不到去远处抛尸，只可能埋在家里。大鼻子还说那天晚上有一个社畜经过他家，当时他听到了老登家里有铁锹挖洞的声音。大晚上的他总不能是在给自己挖坟吧？并且那晚旁边的工地也在施工，他肯定是趁着施工的噪音埋尸的。确实，柯南这2天有见过老登拿着望远镜一直往外看，而且几人把球打到老登家里后，老登还对他们一顿臭骂，不让几个冤种进院捡球。这肯定就是因为害怕尸体被发现啊！为了送老登进大牢，冤种团准备圣地巡礼，去图书馆找报纸查他那天有没有发生啥大事儿。几人查了一圈也没找到啥有用的，只知道那天吹的是东风。画面一转，几个冤种找到了那晚提供证词的社畜，他还原了那天晚上的场景。当时他是在这条巷子里点烟时听到的声音，而且那会儿他喝醉了，只记得晚上风挺大，火机打了好几次才点上。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报纸上说那晚刮东风，所以他想把烟点着，大概率是下意识转身挡了风，所以他的证词说反了。传来铁锹声的不是老登的院子，而是一旁的工地。柯南懂了。画面一转，众人再次齐聚一堂，柯南也不装了，直接道出了老登就是凶手。他每天拿望远镜往外看，其实不是为了看自家院子，而是为了观察对面的工地。下一秒，柯南带众人来到了2楼。没错，你妹妹的尸体就被埋在对面正在搭建的工地下面。案发当时，这个工地的施工相当顺利，所以老登认为只要把尸体埋在那下面，房子盖起来后，估计几十年都不会有人发现。但他没想到，半个月后施工突然断了，工地很可能翻新重建。啊，这个工地那天可是围得滴水不漏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登，怎么可能背着尸体翻进去呢？你这个说法好像你曾经调查过。默默警官，你今天终于带脑子上班了。很简单，因为你根本就没翻墙，你当时是利用施工车堵出的死角，借助下水道将尸体运过去的。随后众人顺着下水道，果然来到了工地中央。别说背一个人了，就连默默警官也畅通无阻。老登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你说我杀人，那就把尸体给我找出来。就在这儿，大鼻子的妹妹就被你埋在了这棵树下。原来那天妹妹下班时从同事那儿拿了一些波斯菊种子，之后他就来找老登了。因为当时老登玩股票赔了钱，想让妹妹上班的股票公司赔偿，如果公司不给赔，那就妹妹来赔。可是妹妹只是员工，天底下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事儿？他拒绝了老登，所以老登一气之下便把他给杀了。工地树下的波斯菊就是妹妹被埋后包里的种子发芽长出来的。可怜的女孩主动加班，竟然还惨遭杀害。老登认罪了，没多久，警方便在下面挖出了妹妹的尸体。妹妹确实很惨，但好在最终大鼻子抢珠宝店这件事被法官从宽量刑，得到了缓刑的处置。毕竟他也为米花这个和平的小镇贡献了一份力量。而最后，大鼻子带着妹妹的骨灰和他留下的波斯菊一起回到了故乡，这也算落叶归根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加班有时是可能会被杀的。